日本沉海呢，噩梦成真，上亿国民呢何去何从？环球的一个假设呢，近日再度引发了热议啊。假如说太平洋上的岛国日本呢遭遇沉没危机，那这个拥有上亿人口的一个国家，他们将如何安置其庞大的一个国民群体呢？大家好，我是安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呢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这也关乎人类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联合国呢，他们其实早已给出了令人深思的一个答复。前面的地质学界呢，对日本未来生存环境的一个担忧呢，日本政府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在极端情况下请求国际社会呢援助疏散本国公民的一个预案。尽管呢，联合国官方呢尚未给出正面的一个书面回应，但是相关信息呢就透露出一种强烈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与责任担当啊。联合国方面就强调啊，在应对日本可能面临的一个沉海困境时呢，首要条件就是日本呢必须坚持和平发展的一个道路，彻底呢摒弃军国主义的一个思想，并对历史错误呢进行深刻的反思。只有这样呢，当灾难真正来临时呀，世界其他国家呢才会基于人道包括共同命运的一个原则，伸出援助之手，接纳日本的一个民众。同时呢，据不完全信息的一个透露啊，联合国设想了一种跨国协作的大规模疏散方案，其中呢，西班牙等国呢或将成为潜在的一个接纳之一啊，为日本民众呢提供避难所，包括重新安置的机会。然而呢，这并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过程，需要呢各国提前开展了深度的合作，包括呢但不限于资源的分配，包括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以及社会文化融合等各个方面的一个准备。此外呢，联合国还呼吁呢，国际社会呢应加强自然灾害的防范和相应的一个应对机制，通过呢科技创新与国际合作，提升全球呢防灾减灾的一个能力。日本呢以及全球各地啊都需要警惕，就是这个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现实的这个挑战。因为现在呢自然灾害真的是好多啊，就2024年大家看全球的地震呢已经发生了好几起，这才刚刚开年。而联合国的一个预案呢，不仅预示了可能出现的一个人类大迁移的一个场景，更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大家之间呢要和平共处，相互扶持，才能在未知的一个灾难面前找到一个希望之光啊。那么大家对于日本这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呢？大家觉得我们真的是日本沉海之后，其他的国家应该伸出援助之手，或者是应该帮助吗？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